光明正大的来找我说炸药的事，哎，你堵到个门口，哎，是哪个龟孙子看见我跟他睡觉了？啊？说什么光明正大的事？天黑了往屋里跑，把门扣上。哎，来。把门扣上来。咱这家伙防备成这个样子，不能再忍受了。有罪作杂，捉奸捉杀。以后啊，我对不住你了啊！家丑不可外扬。对了对了，家丑不外扬。早扬到外头了。主要是这，人家赢是一回事，你这大张旗鼓的闹，你这等于把这个骚帽子就扣到自己头上了。嘿，话别说啊，这顶骚帽子是你们家玉婷订来的啊！我不能再叫外人看俺们金家的笑话。是，俺们金家死了个人了，可还没有死光，有的是汉子，太欺负人了。哎，秀莲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秀莲啊，咱这个事终于是弄成了。哎呀，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就说我这肚子里的娃娃老是往外蹦，还真是有喜事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挺个大肚子，老让房上上是吧？我带着娃娃晒太阳嘞。哥，咋了？二爸和王彩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咱全村人都去了，好像出大事了。你看着你嫂子都过去一趟啊！让你别跟人打起来啊！你是闲人嘞！你金家一个个狗东西啊！府门前不让人来串门子啊！人家村干部来找我说正经事，哎，也不让人家来吗？我看你们是想绝后嘞，就是不绝后，生个娃娃也没屁眼儿，光能当羔子的。俺县总有个组织嘞。对，总有个组织嘞。孙干部，你是代表组织跟我说炸药的事嘞。刚开始我还不同意嘞，现在我不管他金家人同不同意，我举双手同意。玉婷，你这么闹腾，咋收场嘛？接着说，咱们是不是等王家人来了就放人啊？不放，那打起来怎么办？打起来就好了。他孙家不是有能人孙少安吗？我看他咋收拾。那打出人命怎么办？开枪啊，往天上打，枪声一响，看谁还敢动。行，哎，站好。担心的就是你俩弄娃，把枪给我留下，看闹出人命。小海，哎，爸，你可来了，赶紧跟他们说快点把话说来。哎呀，孙少安来了。二爸，做甚呢？娟娟说：“你这是干啥了？这全村人全涌到这里来了，你弄成这，你咋收场嘛？”哎呀，一会儿归来时，你俩咋看着热闹了？赶紧去二妈家把他看住了。哎，好。金家人在上面，打！大家了！哎，大家了！快！金家人上面，滚他！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，拿又拿不动，丢又丢不得。走，快走！走！
熄火，不要熄火，有事慢慢说嘛。哎，走，干事。哎，金家人给我听着，话我给你撂着，不要以为我们娘家门上没人，赶紧给我放人！不放！你叫王彩娥养汉子。哪出来的红屁股好汉？再给我多说一句，老子抽了你的嘴巴！说，你试试。我福堂叔，这事儿你再不管，可真出人命嘞！报告，你叫海民开上拖拉机，咱们上公社。你这嘴打了吧，爸？是吗？哎呀，快走！我不走，你二爸还在里头。哎呀，二爸这有我们，你快走，太危险了！快走！你也不敢在这儿，你是队长，不能扯到这里。太危险了，快走！你咋来了？打架的嘛，自家人有难，能不过来帮忙？拿气干嘛？好亮的嘛！不是少安，重点是打谁呀？啊，二爸是亲戚，王家人也是亲戚，打谁呢嘛？你打个手！你过！走！哎，少安，我人都来了，总得干点啥嘛！你看着我爸，我找军山叔。爸，我干啥的？保护你嘛！走！打谁嘛？打谁嘛？都打！走！不说你不敢打吗？打架吗？不敢再打了吗？出人命了吧？往死里打！少安，军山叔，你躲在这儿做什么？那王彩娥家都打成那个样子，你赶紧去给我把二爸救出来！少安，你听我说，要拦住这一仗，只要金家不打，放人，王家也不会打了。王家要的就是放人。那金家咋才能放人嘛？要金家放人好办，就看你少安怎么办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炸山打坝，军务竟然同意了，公社领导也批准，我跟你比赛，你输给你，给你成了一件大好事。这3张纸画个驴，好大的面子，让你主持大局。这是谁主持不重要，关键是把事办成嘛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金家出地罗窝，啥好事没，都落到你少安一个人身上了，不能白吃亏。你是个明白人，18岁当队长，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明白，军山叔，那是这炸山打坝这事我不管了，你领着咱干，成不？你赶紧跟我回去把我二爸救出来呀，军山叔！我先去找军务啊！我去找军务。那你快点嘛，军山叔啊！你放心吧。再打都他娘成土匪了！有啥事？你们冲我来个绝对不还手！今天如果非要弄出条人命，你就先弄死我！操！再来！来吧！谁打的？弄死你狗日哈的！呀，哎呦！再打！弄死你狗日的！谁打的？哥，我拦不住我。谁打的？让他硬硬。谁打的？要打是吧？连着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打！打！秀莲，你咋来了？你别管！爽啊！
王彩娥平时像水一样绵软，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。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，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股祸水会引到今天这般田地。闪开！都闪开！闪开！干什么这是？把斗殴器械都给我缴了，斗殴的人都给我捆起来。金家湾凡是参与斗殴的，不管是哪个方面的，都给我抓起来。是，大家都喝住哈。不是，别动，不是，别动，不是。我是这村一队队长，因为我二爸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配指挥大家炸山大坝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凤英，哎呦，你二妈在屋里要上吊了！啊！凤英！往这边！我不活了，我活不成了！凤英，生啊，哥，这是做甚的？那何凤英，那人全都走，要面子有面子，要里子有里子，哪点比你那个骚货婆娘王才娥少了？你让人死去！何凤英，闹正经吗？死是死啊！你让我死！你死了3个娃，我家的娃咋弄的？不活了啊！你这个挨钱当的死鬼！你在太原钢铁厂当工人当的好好的，你回来干啥了你害人呀你！我在地里务农，做我的干部母。我要是不遇见你，我哪有今天？你个挨钱当的！是啊，可怜的凤英，她此刻的心里确实委屈。当初她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，才跟了你孙玉婷啊！妈，我哥不到20就生下了兰花，我都过了30了，还能只下婆姨呢。我再只不下婆姨，这一辈子就是瞎活了，连个女人味都不能尝过。呸！没出息的东西！咱念再多的书，见再多世面，也是个没出息。我咋没有出息了？我回村务农，见着农村，你就是怕苦，你回钢厂去。我要这个时候回钢厂，你不害怕大队动你？就是逼动我，你也得回去。你知不知道把你送出去有多难？你忘了？你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。你咋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好，你不记得了，我都跟你说说看。当年就是因为咱家救过人家夫君一命，啊，人家惦着报答咱嘞。我是一辈子都不求人的人啊，就是为了你。我跟夫君去说，夫君人家好啊，人家说甚都不用我管，就给你安排了太原钢厂当工人的工作。你知道有多难吗？啊，你说回来就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咱不说，你对得起夫君我呀？
反正雷劈店的，昨儿我也不回去。吃完了滚，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不见我，我也不想见你。我把脑袋塞裤裆里，谁也不要见我，我自己在自己裤裆里过活算了。行了，玉婷，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啊？你这哪像个好典型啊？你要是想好好的当个好典型，你就不要跟你哥胡球闹了。什么？好典型？玉婷啊，我今天给你拍的照片的题目叫“如饥似渴”。哦，我知道，如饥似渴，就是让我摆出一副如饥似渴、学习斗私批修精神的样。哎呦，对着呢，对着呢。以后你坐这儿啊，坐。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，把头低下，低下。为啥？玉婷是公社术的营公忘私的先进典型，你是营私忘公的反面典型。低下，低下。我咋就成反面典型了嘛？这你还不知道？你兄弟玉婷要从太原钢厂回来务农呢，你不让回来吗？你还不是反面典型？你个落后分子，你把头低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啊，现在工厂的光景也不好过，是吧？咱农民再穷，咱也有块地；再穷，咱也有的吃。工人的光景不好过，这工厂一穷下了，那就还不如咱农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啰嗦了，低下。哎，玉婷，你看你，摆好摆好啊，转过来一点，我就开始照了啊。啊，玉婷，再高一点。啊，1、2，等等，又咋了？还没给钱呢。交什么钱？咦，照片钱啊，一个人5毛。玉婷是先进典型，她的钱公社已经替她交下了。你是反面典型吧？你的钱你自己交啊。哦，那我没钱，那就不用拍了。哎，哥不急，我有钱，我替我哥交。哎，玉红，哎呀，玉红，水娃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你这是哥啊，还没有照相呢。就是嘛，哎，哥，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砸开了啊！你干！谁敢砸门？我把腰烧了。你这个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为啥回来的？副堂说，俊山说，哎呀，在里边。爸，你让我进来嘛？你一个人进来啊，别人不能进啊。啊。哎，不敢进啊，我爸真爱点房子。水娃那个教唆，那个搁就喊，搁就喊。哎，哥，我积极的要当这个先进典型，是为了人家女娃家里人能看上我。啥女娃？我这次回来也不都是怕苦，我也能1不怕苦，2不怕死。可是我怕再见不到那女娃了。这到底咋回事嘛？我和这女娃一直在写信，我们2个建立了革命的恋爱感情。就在上个月，人家女娃主动提出来要和我结婚。这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要结婚是好事吧？你怎么不早说嘞？二爸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我是在厂里和别的女人犯了作风问题，人家女娃家里告到了厂里，我在厂里名声坏下，厂里把我开除了。二爸，那他也被开除了？不是他，是厂里那个女娃。我求着厂里不把这事告诉村上，我这几年没有攒下什么钱，全赔给那女娃家里人了。厂里再容不下我，把关系给我转回双水村，不说我是被开除的，就说我是自己要回来。可锤死你了！爸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听二爸说。
家狗的。那人家就不嫌弃咱家？先生的都是农民，门户对着，成分都红。你还有说的嘞？你想再回这个工厂当工人是回不去的。是啊。那你现在就剩娶婆姨这一个事了。对呀。那这婆姨要娶不了，你还咋活？我不成。是。做爹呀！行，我给你把这婆姨洗哈。少汉，你说这事能行？我觉得能成。玉浩，少哥，田支书说了，让个套车送你们。哎呀，个人家的事情，你他对上这车干啥嘛？这对上车还要用你吗？再说了，你赶这个车是绕路的很，我两腿棒子抄个近路，到底也快得很嘛。哎呀，靠两个腿棒子，那能咋能成呢？这，有个车这也体面一些嘛啊！那个少阿娃，你把车赶上，那个外家你就不要去了哦，对，来，你把我这个帽子戴上。我戴帽子干啥？你看像个干部，我也跟着相亲去啊。哎，你去掺和个什么？爸，你让叔去嘛。福堂叔去了，把握一些。就是嘛，你看还是少俺娃懂事。哎，你个碎娃教唆，你家的事情我能不管？哎，福堂哥，你俩都这把年纪了，咋还把我哥碎娃的叫着呢？哎呀，我跟你哥10几岁上就在金家湾打工着了，碎娃叫惯了哦，一不留神就窜出来了。走，快上车走来。上，快上来吧，你个闷锁一看，哎呀。正月里边到里个春秋，2月里鱼儿水上漂，水呀水上漂，想起了我的歌，想起了我的歌，泪珠扑噜哩落。哎，碎娃。哦，哎呀，你看你那个烂棉袄，你穿上还有事，棉絮都掉出来了。呀，还有个红秋衣，大哥这个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你看你给玉婷相亲的，你照样去看着人笑话。哦，好，到时候把这个换上啊。要把这个也换上，你一定要换上。哎，凤英，哎，哥，哎呀，前面那个女子就是贺凤英，咱的媒人啊。你看福堂哥，我们是小学同学哦，她就是呀，我的相亲对象贺秀英的远房亲戚呢。哦。你不动，行了，自己来。哎呀，屋里还没有看清楚，肯定是这个人。你看我二爸咋样，爷？你二爸我们都了解了啊，他是个先进人物嘛，没啥问题。哥，少凯。哦，爷。说彩礼的事，彩礼啊，那凤英跟玉婷都写过信了吗？莲花票、粮票、布票，还有豆腐票，还有肥皂票，哦，对，还有自行车票，那都算钱啊。哎，那是多少钱？一共是200个元。200个元？少凯，我也知道啊，你们家也有困难啊。不行是这。120，那个是这哈，你们家要不是为难，也不会要彩礼。我确实是也有困难，要不是这，你看180行不行？咋加了60？你不说话。哎呀，180太多了，就120。不行，要不咱170？哎，不行。哎呀，行了，咱这个地方是人穷土荒。可是水田人心好啊！你看你们2家人啊，
要的往地里要呢，给的嘛要往多里给呢。我看是这，咱就给个中间价，150个元，你看咋样？150，行。不能行，哥，你咋能要彩礼嘞？现在是新社会了啊，要彩礼不对，都是貔貅了，这是修正主义流毒。进去。哥，进去。钱，咱就这样定了啊。这个时间我有一个要求。啥要求？惊蛰的前一天，我必须见到钱。哥，少官。哎爷，那不有几天就到了，那咋能这么些钱嘛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惊蛰这一天是我的女子她哥也定亲了，人家对方要求必须把钱拿到位，这一天把钱和彩礼拿不到，他们就定别人家了。是这，你们看啊，这个事情能行，就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啊；如果不能行，那咱现在就说清楚，我就把女儿搁别人家定了。哥，那是还。能行，我们家就是砸锅卖铁要把二爸这个亲事定下来。你家你说了算？算。正月里表达里个春秋。哎呀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。咋了？你二爸亲事定下来了，我心里高兴。我这心里还慌得很呢。少干，你不该替家里做主，答应下这个彩礼。哎呀，我答应下来是对着。你不要卖乖，二爸。我知道爸心里想的是什，也知道你心里想的是。硬是硬下来，家里都难了，说话都惊蛰了，上哪去弄150个元？看不见指望。哎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狗舍快到了，谢谢你们让我搭车。哎，我是。谢谢你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哎呀，这公社嘞，让我当代表去参观学习一下。好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手表呀！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，120个元嘞，上海牌全钢手表。呀，120个元都能娶个婆姨了。那是。索玉婷同志，这个表我送你了。我不得要，不得要。可不行，可不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你为了跟狮子做斗争，放弃了大城市当工人的机会，回到农村当农民。真的，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你拿下。哎，我不得要。你听我说，这个表嘞戴在我的手上，它就是资产阶级臭豆腐；戴在你的手上就很有价值。你拿下吧。有价值我也不得要。不合适吧？那是这个表买的时候是120个元，现在咋说都能卖个60个元。就当我借给你的，替你凑个彩礼钱，你看能成不？不行啊，要是借下，那就得打借条，以后二爸要还吧？不合适吧？你打使嘛还啊？以后的事再说啊，咱先顾眼前的，打借条能行？我给你打借条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拿下吧。走了。走了，爸。走。哦。哎呀，水娃，我替你担心着呢。你就算把玉婷这个事情解决了，我看你是10年8年你翻不过身。少安也要长大了，也要娶婆姨，你可咋办？你二爸定亲，今天就得送彩礼，这彩礼钱还没着落呢，也不知道你二爸这手表卖多少钱。哎呀，急得人头疼得很。爸，别送了，别耽误了劳动啊。那你走，爸看你走。
干啥呢？爸，这是1块钱，给你，给二爸结婚用，今天惊蛰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是我捡的。捡的？你上了那么多学，不知道捡钱还给人家？我知道要拾金不昧，知道咋不还？你想想，要是你丢了这么多钱，你急不急？你这娃一直挺懂事的，咋干这事呢？咱家再穷也不贪人家钱啊！可是今天就惊蛰了，二爸结婚的钱还没够。这你不管，在哪捡的？啥时候捡的？昨天下午放学在桥上捡的。走。爸，你干啥？上桥上等，把钱还给人家。我还要上学呢。还了钱再去上学，要不上也白上。走。爸，我冷。爸，回吧，上学出山都要迟了，等不到丢钱的人了。在桥上等一等吧，说不定丢钱的人就会回来找。爸。走。爸。等会儿。哎，向导。啊，我女子啊，在这桥上捡了1块钱。你在桥上丢过钱没？没有啊，你们这是在等丢钱的人。对着你。丢多少钱？哎，1个元。1个元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大的天，没有人会来找。哎，1个元也是半个月生活费的。回吧，没有来找，太冷。爸，这钱不是我捡的。你去上学吧，爸在这等。这钱不是我捡的，这钱是我一分一分攒的生活费。昨天刚攒够了1块，我去同学那儿换了张整的，它是1953年的，左下角烂了一个口子，我用白纸把它粘上，写了个旧字，那是我同学的名字。它本来是折的，我把它压在书里，压了1晚上才把它压好。小小的年纪，这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攒钱弄什么？我想帮你，你为了二爸的温室急得要死，这几天老了好多。我大了，我也想帮点忙。我说捡的，你会开心一些。是家里最小的，按说应该娇惯些。长这么大了，爸也没给你扯上一身新衣服。我不爱穿新衣服。那块手表还没有等卖出去就丢了，家里怎么凑也凑不出个彩礼钱。我一花就去吃人造肉了。那个时候，各个县都在宣传推广豆子做的人造肉，比谁吃的多，吃多的得冠军。冠军的奖品还不赖呢，是印花搪瓷盆、暖水瓶和闹钟3件套。我吃多少了胃，住下了医院。忍着啊，可不敢吐，吐了就该饿了。哎，就是的，你忍住些。穷人饿死不算个事，穷人要撑死那叫最奇怪了。这不开玩笑。凤英，你来干啥？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秀英她订婆家了，明天就领走。她嫁的是山西人，叫常有林，明天他们全家就跟山西人去落户去了。秀英她不嫁给你，是她思想有问题，她不配你这个先进典型。再先进的典型，也顶不了个彩礼。孙玉婷同志，彩礼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、旧习惯，我就很看不惯来。女子在娘家能干革命，在婆家也一样能干革命。你说的对，我要举这种落后思想做斗争，坚持原则。要彩礼的女子呀，
我一个都不娶。不娶。子说，要娶，我就娶一个不要彩礼的女娃。我就不要彩礼。何凤英，何凤英，我在这儿嘞。呀，你咋还光着脚跑出来了？我这不是着急吧？你说你跑什么呢吗？我没跑。凤英，上次去秀英家相亲，你坚决的反对要彩礼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，我们也一定能建立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我们两个才是合适的革命伴侣。你愿意当我婆姨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愿意当我婆姨吗？没人敢娶我。为什么？我成分不好。啊？但是我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，我要背叛我的剥削阶级家庭，我要向贫下中农学习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凤英同志，你的政治思想水平已经完全符合贫下中农的要求。你只要敢嫁，我就敢娶。你只要敢娶，我就敢嫁。可不敢？哥，这真是个大事。哎，咋能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俩就定下来？人家还有爸妈啊，再说公社还有批准嘞。哥，咱们家根红苗正，公社一定会批准的。凤英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下。让我再想想。哎，凤英，你这跟人说事了。我看见了一只老鼠，我太怕老鼠了。不怕啊，咱不怕老鼠啊。孙玉婷同志，我错了。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不能怕老鼠。我应该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你放心啊，从今往后呀，我陪着你一起与四害做斗争。我要把你培养成一名什么都不怕的无产阶级钢铁战士。结婚以后，我要把你捧手心上，扛头顶上，天天给你晨昏3口水，早晚一炉香。这几年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，婆姨不像个婆姨，家里烂饱不暖和，王彩娥一热乎就把我给化了。你都啥时候了还说这呢？我心里明白，你的热情不在干农活上。你和王彩娥不一样，她是好吃懒做。爸，你咋还提她？我心里还明白，我孙玉婷离不开你何凤英。你在，啥都在；你活，我活；你死，我死。我不活了，我！你敢上来？哎，婆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给我！凤英，你听我说，为了3个娃的面上，即使饶了我这个人，咱俩都上吊了，娃娃咋办嘛？死鬼啊！
小人，小心啊！大巴肚，大巴肚，小人。压了肚子手夹啥都跑完，咱们接了年来过雨，哎呦老花男，呀个在那山上，呀个在那头，咱们喇叭上那花，咱们找一找。个